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让人又心疼又感动的故事，是关于一位来自云南边境的女孩杨梦玲和她的台湾老公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可以跨越海岸，也可以治愈伤痛。杨梦玲今年26岁，是个五官精致的姑娘，但是这个姑娘的人生经历简直让人唏嘘不已。梦玲10岁那年，她的父母双双染上了毒瘾，最后被警方抓获入狱。10岁的梦玲一下子成了家里的顶梁柱，要独自照顾3个年幼的弟弟妹妹。这个年纪的小孩子本该无忧无虑地玩耍上学，可梦玲却不得不过早地扛起生活的重担。那时候我连饭都不会做，只能煮白米饭配酱油给弟弟妹妹吃。梦玲跟我说起往事时，眼里噙着泪水。有时候实在没钱了，我就去邻居家帮忙洗衣服、扫地，换点吃的。13岁那年，一位好心的阿姨告诉梦玲，可以介绍她去缅甸打工，工资很高。为了养活弟弟妹妹，梦玲心动了，谁知道这竟然成了她人生中最黑暗的转折点。到了缅甸后，梦玲才发现自己被骗了。她被关在一个地下室里，被迫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。那段日子，我每天都想死。梦玲说，但一想到弟弟妹妹还等着我回去照顾，我就硬撑下来了。在那边，梦玲经历了2年的暗无天日生活，直到15岁那年，她终于找到机会逃了出来。回到国内后，梦玲靠着直播卖云南的土特产，一点一点把生活拼凑起来。虽然收入不稳定，但总算能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。我每天直播10多个小时，嗓子都哑了，就为了多卖点东西。梦玲说，但我总是担惊受怕，怕那些人会找上门来，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又陷入危险。就在梦玲即将绝望的时候，命运给了她一个转机。去年年初，一位来云南旅游的台湾小伙子阿志，在直播间里看到了正在卖土特产的梦玲。当时我就被他的坚强和乐观吸引住了。阿志告诉我，他虽然经历了那么多苦难，但直播时总是笑着的，很有感染力。阿志是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工程师，家境不错，父母都是大学教授。在云南旅游期间，他专门去找了梦玲，买了她不少特产，还加了她的微信。回台湾后，阿志常常给梦玲发信息，两人慢慢熟悉起来。一开始我以为他只是客户，后来发现他真的对我很好，不求回报地帮我。梦玲说，他还经常给我弟弟妹妹寄礼物，教他们英语。阿志告诉我，他一直以为大陆女孩子都很物质，但梦玲完全颠覆了他的印象。她太坚强了，从不向命运低头。我问他要不要我资助他，他都拒绝了，说自己能挣钱养家。经过几个月的网恋，阿志再次飞到云南，向梦玲表白了。我当时吓了一跳，梦玲回忆道，我这种绅士的人哪敢想这些啊？而且我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宝岛很穷这些老印象上。没错，在很多大陆人心目中，台湾还是那个需要大陆捐款的贫穷地区。但实际上，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高，人均 GDP 远超大陆许多地区。我跟梦玲说，台湾才不穷呢。阿志笑着说，我们家里有车有房，生活水平很不错的。但他还是犹豫，说自己背景复杂，怕给我带来麻烦。经过再三考虑，梦玲终于答应了阿志的表白。在确定关系后，阿志立刻着手安排梦玲去台湾的事宜。我当时特别担心。梦玲说，我怕我这样的背景办不了通行证，更怕到了台湾会被歧视。毕竟我们听说台湾人瞧不起大陆人，尤其是陆配。所谓陆配，就是指嫁到台湾的大陆女性。在一些人眼中，陆配往往有着拜金素质低的刻板印象。但阿志向梦玲保证，他的家人都很开明，不会有这些偏见。我父母都是教授，思想很现代的。阿志说，而且他们知道你的经历后都很心疼你，想亲自见见你。就这样，经过大半年的准备，梦玲终于拿到了赴台证件。临行前，她把弟弟妹妹安顿好，叮嘱他们好好读书，等她在台湾站稳脚跟就接他们过去。那天离开家时，我弟弟妹妹都哭了。梦玲说，我也哭了，但我知道这可能是我们家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。带着忐忑和期待，梦玲踏上了飞往台北的航班。飞机落地的那一刻，梦玲的心跳加速。我怕见到阿志父母时会出丑，
他说，毕竟我只有初中文化，也没见过什么世面。但让梦玲没想到的是，阿芝的父母竟然亲自来机场接她。一见面，阿芝妈妈就紧紧地抱住了她。孩子，你受苦了。这句话让梦玲瞬间泪如雨下。从机场到阿芝家的路上，梦玲不停地往窗外看。台北真的好繁华。她惊叹道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，街道干净整洁，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。阿芝的家是台北市郊的一栋别墅，环境优美，设施齐全。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房子，梦玲说，我都不敢相信自己会住在这样的地方。刚到台湾的头几天，梦玲处处小心，生怕做错事惹人嫌。我起得特别早，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，还主动学做台湾菜。梦玲笑着说，结果阿芝妈妈看到我这样，反而心疼得不得了，一直说不用这么辛苦。但是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的不同，还是给梦玲带来了不少困扰。首先是语言问题，虽然台湾也说中文，但很多词汇和说法都不一样。比如大陆说土豆，台湾叫马铃薯；大陆说垃圾桶，台湾叫垃圾桶。有一次我问阿芝妈妈垃圾桶在哪里，她愣了好久才反应过来。梦玲笑道，后来我们还专门做了一个大陆台湾词汇对照表贴在冰箱上呢。其次是饮食习惯，台湾的饮食口味偏甜，而云南的饮食则偏酸辣。刚来那会儿，我总觉得菜不够味。梦玲说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台湾人特别注重健康，饮食清淡是为了身体好。还有社交礼仪的差异，在大陆，亲近的人见面可能会直呼其名，但在台湾，即使是关系亲密的家人之间，也会保持一定的礼貌称呼。我刚开始直接叫阿芝父母的名字，吓得阿芝赶紧纠正我。梦玲回忆道，在台湾要叫伯父伯母，显得有礼貌。最让梦玲不适应的是台湾人对隐私和个人空间的重视。在大陆，家人之间常常会共用物品，互相翻看对方的东西也不会太介意，梦玲解释道。但在台湾，每个人的物品都很私人化，未经允许不能随便动别人的东西。有一次，梦玲好心帮阿志整理房间，结果被他轻轻责备了。他说他不喜欢别人动他的东西，让我以后不要这样。梦玲说，我当时特别委屈，觉得自己好心没好报。后来才明白，这是文化差异，不是他不爱我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梦玲慢慢适应了台湾的生活。阿志也很耐心地教他当地的习俗和规矩。阿志的父母更是把梦玲当亲生女儿一样疼爱，常常带她去台北各处游玩，让她了解台湾的文化和历史。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台北故宫博物院，梦玲兴奋地说，那里保存了好多中华文化的瑰宝，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。在台湾的日子里，梦玲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？要说最显著的改变，那一定是她的气质和谈吐。刚来台湾时，我说话做事都很粗糙，梦玲坦言，我会大声说话，会用方言，会不注意场合讲一些不太合适的话。但在台湾生活久了，我学会了温柔的表达，注意措辞，尊重他人。阿芝也注意到了梦玲的变化，她现在整个人都变得优雅了。她骄傲地说，说话轻声细语，举止得体大方，完全看不出来是经历过那么多苦难的人。除了外在的变化，梦玲的内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以前我总是担惊受怕，觉得世界充满恶意。她说，但在台湾，我感受到了安全感和被尊重的感觉，这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和乐观。阿芝妈妈告诉我，梦玲刚来时，连晚上睡觉都会惊醒，做噩梦。现在她笑容多了，眼神也明亮了，整个人都阳光起来了。在台湾生活半年后，梦玲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。我不能一直依赖阿志和他的家人，他对我说，我想自食其力，做点有意义的事。阿志的父母非常支持梦玲的想法。阿志妈妈是大学教授，她建议梦玲先去补习文化课，考取学历证书。台湾社会很注重学历，阿志妈妈解释道，有了学历，将来找工作会容易很多。梦玲接受了这个建议，开始到补习班学习。刚开始真的好难啊。她苦笑着说，我初中都没毕业，突然要学高中甚至大学的知识，简直要了我的命。为了追赶进度，梦玲每天学习10多个小时，我白天去补习班，
晚上回家继续看书做题。他说，有时候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，但一想到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，我就咬牙坚持下来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1年的奋斗，梦玲通过了台湾的高中同等学历考试。考试结果出来那天，我哭得稀里哗啦的。梦玲说，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因为成功而哭。有了高中学历，梦玲开始申请大专院校。在阿志和他父母的帮助下，他成功考入了一所台北的专科学校，学习幼儿教育专业。我选这个专业是有原因的，梦玲解释道，我从小照顾弟弟妹妹，对孩子有特别的感情，而且台湾的幼教行业很发达，工作机会也多。在学校里，梦玲遇到了不少同样是陆配的同学，他们互相分享经验，互相支持，在异乡结成了深厚的友谊。有些姐妹的遭遇比我还惨，梦玲叹息道，她们有的是被骗过来的，嫁给比自己大几十岁的老头，有的是被当成保姆使唤，天天干农活家务活，还有的甚至遭受家暴。相比之下，梦玲觉得自己非常幸运。阿志和他的家人对我太好了，从不嫌弃我的出身，还一直鼓励我追求自己的梦想。正当梦玲的生活步入正轨时，一个噩耗从云南传来，她最小的妹妹生了重病，需要做手术。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立刻飞回去。梦玲说，但阿志拦住了我，说他已经联系了当地最好的医院，会安排专家给妹妹治疗，让我不要担心。阿志不仅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，还派人全程照顾梦玲的弟弟妹妹。那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家人。梦玲动情地说，他们不是我的亲人，但却比亲人还亲。妹妹的病情好转后，阿志和梦玲商量要把他的弟弟妹妹接到台湾生活。台湾的教育资源比较丰富，阿志说，孩子们在这里能接受更好的教育，将来的发展空间也更大。但这个计划面临不少阻碍。首先，台湾对大陆居民的定居政策很严格，想要接弟弟妹妹过来并不容易。其次，孩子们适应新环境也需要时间。再者，这么多孩子来台湾生活，经济压力也不小。面对这些困难，阿志和梦玲并没有退缩。我们开始申请相关手续，同时在台北郊区租了一个大房子，为孩子们准备房间。梦玲说，阿志还特意请了家教，提前给孩子们补习台湾的课程。经过近1年的努力，梦玲的弟弟妹妹终于来到了台湾。看到他们健康快乐地生活在台湾，我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值得了。梦玲微笑着说，他们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孩子们来台湾后，也面临着和梦玲当初一样的文化冲击。他们刚来时，说话做事都很随意。梦玲说，在大陆农村，孩子们习惯了大声喧哗，走路跑跳，但在台湾，这些行为会被视为没教养。梦玲很耐心地教导弟弟妹妹们台湾的礼仪和规矩。我告诉他们，入乡随俗很重要。她说，尊重当地的文化和习惯是融入社会的第一步。阿芝的父母也非常关心这些孩子，常常带他们去博物馆、图书馆和科技展览，开阔他们的眼界。孩子们特别喜欢阿芝爸爸。梦玲笑着说，因为爸爸经常给他们讲台湾的历史和文化，还教他们用电脑编程。在台湾的良好环境下，弟弟妹妹们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。我最小的妹妹现在还会说英语呢。梦玲骄傲地说，她以前在云南的学校成绩一般，来台湾后竟然成了班上的尖子生。看到弟弟妹妹们的变化，梦玲感慨万千。如果不是遇到阿志，我们一家人可能还在云南艰难地生活着。她说，是他改变了我们的命运。但阿志却说，真正改变命运的是梦玲自己，是她的坚强和勇敢感动了我。阿志说，他有着不认输的精神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咬牙挺过去，这种精神才是最可贵的。梦玲在台湾的生活越来越好，她不仅顺利完成了学业，还在一家知名幼儿园找到了工作。我现在是幼儿园的老师，每天和可爱的小朋友在一起。梦玲开心地说，这份工作让我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。在工作中，梦玲发现自己的经历反而成了优势。我能理解那些来自弱势家庭的孩子。她说，我会给他们更多的关爱和鼓励，帮助他们建立自信。幼儿园的园长非常欣赏梦玲的工作态度和能力。梦玲老师很有爱心，也很有耐心，
园长评价道：孩子们都很喜欢他，家长的反馈也很好。在台湾生活了3年后，梦玲和阿志决定结婚了。我们本来打算早点结婚的。梦玲解释道，但我想先站稳脚跟，有自己的事业，不想让别人说我是为了钱才嫁给阿志的。婚礼在台北一家5星级酒店举行，简单而隆重。梦玲穿着洁白的婚纱，阿志穿着帅气的西装，两人在亲友的祝福中结为夫妻。看到梦玲穿婚纱的样子，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阿芝的妈妈告诉我，想到这个女孩经历过这么多苦难，现在终于幸福了，我真的很替她高兴。婚后，梦玲和阿芝的生活更加美满。他们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装修得温馨舒适。我们的家不大，但很温暖。梦玲说，每天下班回家看到灯光，心里就特别踏实。结婚1年后，梦玲怀孕了。知道自己怀孕的那一刻，我幸福得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梦玲激动地说，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，现在终于实现了。阿芝更是紧张又兴奋，处处照顾梦玲。他不让我干重活，连拖地这种事都自己做。梦玲笑着说，晚上睡觉前还会给我读育儿书，特别可爱。10个月后，梦玲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，取名希望。这个名字代表着我们对未来的期许，阿志解释道。希望他健康快乐的成长，成为一个有爱心、有责任感的人。有了孩子后，梦玲更加体会到家庭的重要性。以前我总是惦记着挣钱改善生活，她说，现在我明白了，家人的健康和快乐才是最重要的。阿芝的父母也非常疼爱小希望，经常帮忙照顾她，让梦玲能够安心工作。在台湾，老人带孙子是很常见的事情。阿芝妈妈说，我们乐意帮忙，这样梦玲也能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。如今，梦玲已经在台湾生活了5年。她不仅成功适应了台湾的生活，还实现了自己的价值，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说真的，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人生会有这么大的转变。梦玲感慨道，从一个被命运折磨的云南女孩，变成现在这样有爱人、有家庭、有事业，还能照顾好弟弟妹妹，这简直就像做梦一样。阿志听到梦玲的话，握住了她的手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才是那个被改变的人。他深情地说，认识你之前，我是个只懂得工作的闷葫芦，不会关心别人，也不懂得珍惜。是你教会了我什么是坚强，什么是爱。梦玲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不分国界，真心换真情。只要彼此尊重、理解、包容，跨文化的婚姻也能幸福美满。同时，这个故事也打破了很多人对陆配的刻板印象。大陆女孩嫁到台湾，并不都是为了物质条件，更多的是为了追求爱情和幸福。而台湾社会也并非歧视陆配，大多数台湾人都很友善，愿意接纳来自不同地方的人。对于那些即将或已经嫁到台湾的大陆女孩，梦玲有这样的建议：首先要调整好心态，不要带着偏见或成见；其次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和习俗，主动去了解和适应；最后要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，不要完全依赖另一半。梦玲和阿芝的故事还在继续，他们计划等小希望再大一点，就带她回云南看看。我想让孩子了解妈妈的出生地，了解我曾经的生活。梦玲说，也想让她知道，无论经历多少困难，只要不放弃希望，生活总会好起来的。听完梦玲的故事，我不禁为她感到骄傲。从一个饱受命运折磨的云南女孩，到如今在台湾幸福生活的新女性，梦玲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，书写了一段传奇人生。她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，只要心中有爱，眼里有光，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本应该结束了，但是我最近又联系上了梦玲，她跟我分享了一些新的变化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，就再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梦玲告诉我，她现在已经升职成为幼儿园的副园长了，真是没想到，我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云南姑娘，现在竟然成了台北知名幼儿园的管理层。梦玲兴奋地说，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啊。她这一路走来，除了自身努力外，也离不开台湾教育体系的包容性。台湾的教育真的很重视能力和实践，梦玲解释道，即使我的学历不算高，但因为工作表现突出，园方还是决定提拔我。
更让人惊喜的是，梦玲现在开始筹备自己的事业了。她打算开一家专门帮助陆配适应台湾生活的咨询机构。当年我刚来台湾时遇到很多困难，如果当时有人指导我，我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，梦玲说。现在我想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更多和我一样的大陆姑娘，帮助她们更快适应台湾生活。阿志对梦玲的想法十分支持，他帮忙联系了律师，处理注册公司的法律事宜。创业不容易，但我相信梦玲能行，阿志充满信心地说。他经历过那么多困难都挺过来了，这点挑战算什么？梦玲的弟弟妹妹们也在台湾茁壮成长。大弟弟考上了台湾的一所知名大学，学习计算机科学。二妹妹对艺术有浓厚兴趣，在一所艺术学校学习音乐。最小的妹妹还在读高中，成绩名列前茅。看到他们现在的样子，我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。梦玲眼含泪水地说，他们从云南山区的贫困孩子变成了有知识、有教养的年轻人，这就是我最大的骄傲。小希望现在已经3岁了，是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。他会说一口流利的台湾腔普通话，还会说简单的英语。他特别聪明，梦玲骄傲地说，3岁就能认很多字，还会用平板电脑看动画片学英语。梦玲和阿志的故事在台湾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有媒体采访了他们，报道了这对跨海峡夫妻的爱情故事。很多台湾人看了我们的故事后，对大陆女孩的印象改观了不少。梦玲说，他们发现我们并不是冲着钱来的，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。这些报道也引起了云南当地政府的关注。去年夏天，梦玲接到家乡政府的邀请，回去做了一场关于防范人口拐卖的宣讲会。我把自己的经历讲给那些年轻女孩听，警告她们不要轻信陌生人的花言巧语。梦玲说，如果能因此救下哪怕一个女孩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梦玲和阿志的婚姻也成了两岸民间交流的一个缩影。很多台湾人通过我了解到大陆的变化，梦玲说，而我的家人朋友也通过我看到了真实的台湾社会。两岸同胞本是一家人，相互了解才能消除偏见。今年春节，梦玲一家5口回云南老家过年，她专门带了台湾的特产送给村里人。村里人都羡慕死我了，梦玲笑着说，他们以前都以为台湾很穷，现在看我穿金戴银的样子，都说我嫁得好。但梦玲知道，自己的幸福不只是因为嫁给了一个条件好的台湾丈夫，更是因为自己努力学习，不断成长，才赢得了别人的尊重和认可。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咨询机构办好，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大陆女孩。梦玲说，我想告诉他们，只要努力，只要坚持，大家都可以像我一样过上幸福的生活。梦玲的故事还在继续，她的人生也还有更多可能，但无论未来如何，她已经用自己的经历证明，一个女孩无论出身多么卑微，经历多少磨难，只要不向命运低头，总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身边也有像梦玲这样的励志故事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天都有暖心故事等着你。我是丽姐，咱们下期再见。